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跟我们去讨论最新国际及国内大白话的来宾，第一位是资深媒体人谢寒冰，冰哥。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我们的军事专家施孝伟老师。浅秋好，大家好。待会聂建中老师随时加入我们啊。我们来看看最新的在国际上面的冲突事件，就是以色列攻击伊朗之后，双方开始互轰了。从13号开始，双方的这个飞弹攻击没有停过。13号是先以色列以这个各种的飞弹还有情治秘密行动全面的攻击之后，自己全国也进入紧急状况。而13号、14就是今天到现在为止，伊朗也对以色列展开了第4波的报复性空袭。其中我们看到这个新闻画面的资讯越来越确实的时候，盘点一下这个以色列的攻击里，把数十名伊朗的核武科学家都给击毙了。那纳坦雅胡也宣布说，包括核设施攻击之外，几个军事情治的空军的首领几乎也都被干掉了。这个伊朗革命军也证实，袭击了以色列境内有数十个目标，同时也是针对核设施来打。那也出动了100架无人机，发射了150多枚的飞弹去袭击特拉维夫。伊朗这连续2天的狂轰以色列呢？以色列因为被形容是全球最强的各种的防卫系统铁穹等等的。虽然说这个我们可以透过画面看到不断的空袭警报大响，那夜空中也有各种被拦截来的飞弹，像烟火一样在空中被拦截炸掉了。13号凌晨开始这一连串的这个攻击呢，大部分的飞弹或无人机看起来好像是都被围堵下来，在空中爆炸比较多，但是还是有一些攻击到了包括核设施，还有一些建筑物里头。因为伊朗喊出来叫做我们要准备打开地狱之门，向特拉维夫发射大批的飞弹来做报复。那伊朗的导弹袭击以色列之后呢，很多被空中拦截没有错，但是拦截之后仍然有巨大的残骸掉落在街头。透过画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残骸在街头掉下来，也会引起一些附近的这个破坏但至少总比炸进建筑物来得好一些。所以双方的最高的警戒状态来讲，伊朗最高的领袖那个哈梅内伊也公开的再次的宣示，他说这次导弹袭击以国报复呢，扬言武装部队会彻底摧毁以色列的政权。另外还有一个美国，他也扬言要对美国展开报复。那伊朗甚至有一张照片被公布出来，现在已经被证明是假的合成的新闻咯，说击落了2架以色列的 F-35战机，同时俘虏了一位女性的飞官。各种的画面公布出来一看，看起来的确是 AI 的合成。但总之，双方持续的攻击里头，伊朗到底还有没有反击的能力，大家也在观察。有这么多的高阶将领被灭了，那么有核武设施被灭了，甚至核武的科学家也被在这次的行动中歼灭的话，还可以怎么反击？但看到的以色列这一次的剧本，外媒来分析，这种预谋也是真的，心机布局颇深光是3点预谋，在以色列袭击正式发动攻击之前，就已经在摩萨德在伊朗境内各种建制包括无人机的基地，还部署了精确的制导武器，精准打击。还有攻击呢，跟美方早就协调过。虽然川普一直说他先前不同意，但无论如何，他还是先预告让美方人员撤离。那所谓的川普反对，是不是只是烟雾弹呢？因为还预计15号要跟伊朗进行核谈判结果呢，现在却搞了半天只是为了让伊朗疏于防备吗？还有空袭伊朗的核设施，造成伊朗的核子科学家丧命，斩首高阶的空军领袖，还有武装部队的参谋总长也被歼灭了。这个是3种的很全面性跟细节到这个前进伊朗内部，算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计划。而未来会怎么来反制呢？各种的外媒也是分析了5套剧本包括去空袭美军在中东的基地，让美国卷入战争，攻击这个中东这里的油田，或者是炸船封锁波斯湾，甚至直接攻击以色列设施，现在已经做了造成的经济跟象征性的损害，现在铁穹发挥了效果。还有借也门来发动代理人战争，现在还在持续的观察但是美国这次的表现，他的角色到底到哪里？伊朗数百枚的飞弹虽然狂轰向了以色列呢，来反制呢，美国协助拦截，这已经至少是很明确的协助了，包括用
萨德系统、爱国者飞弹防御系统，但是还没有启用战斗机跟军舰。那川普被媒体问到说：“你对这次的攻击行动怎么看呢？”他居然用形容叫 excellent， 就是以色列打得很好啊，非常出色啊。这样的谈话，虽然他号称一开始说他没有介入哦，后来媒体在问他到底有没有介入的时候，他是说：“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现在呢，伊朗总统裴泽斯基安非常的不满，他说：“面对这起罪行，我还真的跟你美国准备要谈核武谈判的情况之下，你却说以色列打得非常 excellent。”伊朗人民跟国家官员绝不会保持沉默，他们会用强力的回击，让做这个行动的敌人感到后悔。伊朗高官甚至呢强调，任何试图保卫以色列跟伊朗成为敌的国家呢，都要面对区域内基地据点成为新目标的后果。现在也在观察。那当然，哈米尼也讲啊，以色列挑起的这场战争，强调是必须采取强硬的行动，扬言会让以色列陷入黑暗。川普他说：“哎呀，现在一直在改口当中嘛。现在讲的是，本来还说15号，我们被打了没关系，15号继续跟我坐下来谈。现在伊朗已经直接正式拒绝了，我不会再跟你上谈判桌谈。那尤其是川普又讲一次一次，我给你伊朗机会啦，警告伊朗啊，还有时间停止这场屠杀呀。他也是再次呼吁要伊朗坐下来跟他谈。伊朗已经直接拒绝，所谓重返核谈判的可能性已经归零了。孝伟哥，你怎么看这次双方的攻打哦？尤其是到底伊朗反击能力是不是有可能正在被钳制，很难全面回击的情况？因为以现在伊朗来讲，它能够进行的反击，基本上是要透过无人机以及它的弹道飞弹，当然它还有高超音速的这些飞弹，也就是说，它不可能一次把所有的弹通丢下去，要不然的话，它很可能短时间之内把这些高价值的这些弹药打光了，所以我觉得他应该会在短时间之内慢慢的对这个以色列进行这种协调的这种饱和式攻击，也就是说他会一面使用这种无人机，然后一面使用高超音速飞弹跟弹道飞弹，让这些东西呢从伊朗出发的时候是分时出发，但是同时抵达那个以色列境内的这个重要目标。然后呢，因为以色列来说，以色列其实它本身的这个空防能力很强，它呢以这个防御弹道飞弹来讲，它有美国提供的萨德系统，就是 THAAD， 然后呢，另外萨德之下还有这个伊朗自己的这个 Arrow 3剑3型的这个防空飞弹，还有包含美国提供的爱国者，然后还有剑2，然后还有包含最基层的这个大卫投石所下面还有这个包含类似像这个铁穹这一类的武器，其实的确是把以色列的这个空域基本上是可以说是防的这个滴水不漏。但是这一切并不代表就是说伊朗如果要发动攻击的话，完全没有办法完全没有希望，并不代表如此，因为我们看到像上一次也门这个觉醒今年，他们那时候就已经用一个高超音速的飞弹攻打这个台拉维夫机场，然后那颗飞弹虽然没有直接命中台拉维夫机场，掉到台拉维夫机场外面，但是也炸了一个好大的坑。那个意思，那个枚飞弹就是以色列这一系列的防空飞弹系统所拦截不住的。所以其实以现在伊朗来说的话，他现在所需要做的就是透过他自己本身的高超音速飞弹加上弹道飞弹，以及呢还有包含各种的无人机，能够发动一个饱和掉这个伊朗那个以色列在某一个区域的这个防空能力之后呢，它就可以对以色列的这个特定区域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那其实当然，以色列来说，它面对这个伊朗的这个防空系统，它其实也是有多层次，而且最重要是有美国会提供它非常重要这样的情资。例如说，像以弹道飞弹来说，伊朗跟这个以色列之间有距离大概1000多公里。那但是如果说今天伊朗的弹道飞弹一发射，美国就透过弹道飞弹预警卫星看到了，然后赶快告诉那个以色列，好，你们准备了伊朗飞弹过来了。那这个时候相对来说，以色列的这个准备的时间以及它拦截成功几率当然会大幅提升。那以以色列来讲，以色列它其实这一次攻击这个伊朗，它的确当然可以说是做的可圈可点。为什么？把所有的这个重要目标全部依序排列之后呢，透过包含预制的这种无人机，这个就好像看到我们那个之前上次乌克兰做这个蛛网行动的这个，在这个伊朗的这样一个翻版，而且你也会发现这些陆上这个疆界有接壤这些国家真的要能够做到滴水不漏的这个边境管制其实感觉也很难。要不然你说以色列怎么有办法把这种带了各种无人机以及攻击武器的这种货柜大卡车大喇喇的就开进这个伊朗境内，而且还可以开进要攻击的目标附近先预置，然后来发动攻击。这也的确就代表就是说伊朗境内它的这个相对来说这个保安还有这种安全措施做的是很糟糕，完全被渗透。完全被渗透。而且最要命的是它居然就是说以色列他们这次攻击，他先攻击到了就是说这些这个伊朗重要人
人物的这些住所。那等于说其实双方之间你看之前美国已经不断的提出警告，要求这个美国的人离开中东等等，或者说通知使领馆非必要人员的话就不要留住在这个使领馆中。这个时候其实整个讯号已经非常强烈了，但居然伊朗没有做出一些具体的这种防御措施，还把这些重要人物就让他们好好的这个住在家里。那当然就被这个以色列这次来一多关了。但不过看这个情况演变下去，我相信伊朗也不会就这样善罢甘休，他一定会动用他最大资源对以色列进行一个长期报复。所以现在很多媒体在中东地区都是怀疑美国有没有反串去协助啊。彬哥，光是看到几个新闻的呈现越来越多，是包括了有好几个空军将领形容叫做被骗去开那个会，结果让所有的空军将领在同一个桌子里开会，一起炸掉。其实老实说，这一次你要说美方没有协助以色列，我看连美国人自己都不会相信。对，这个很明显的就是美国跟以色列联手搞，而且川普是直接同意这样做，所以这一次当然骗到了，让伊朗损失惨重。那伊朗自己本身也要好好检讨，你们上一次就已经被人家直接入侵，让这个哈马斯的领袖直接在你们那边就被干掉，所以我觉得已经有过这样的一个状况了，你们还没有提升你们自己的安保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对这些相关的警戒这么的大意，那自己就要遭受到这样的损失。可是问题是，现在这个祸端一开，问题就会很大。为什么？伊朗在短期内要对以色列采取有效的报复是不容易的，因为他能够去攻击以色列的相对的手段没有那么多。可是问题长期呢？你要知道，伊朗在中东这边培植了很多的恐怖组织，包括这个也门的这个胡塞组织，还有哈马斯，还有这黎巴嫩境内的好几个组织，所以伊朗大可以用这种代言的方式，长期的对以色列进行骚扰式的攻击。这个问题会对以色列来讲造成非常大的困扰，所以甚至连纳坦雅胡自己都知道，他接下来以色列人民可能长期要准备居住在核保护伞里头才能够生存，所以这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这个其实纳坦雅胡我觉得他是知道，因为战争不能停。因为以色列只要一旦重新恢复和平，纳坦雅胡恐怕马上要面临自己被内部人检讨下台，对，甚至要下台的这样的一个危险。所以他就是蓄意的，加沙走廊快要打完的时候，我就在蓄意挑起跟伊朗的战争，我就让这个暂时内阁持续永远的存在。所以我觉得以色列人民真的容许这种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吗？未来你们现在看起来好像短暂获得了胜利，可是长期的结果就是以色列人必须一直维持暂时的生活，这个对以色列真的是好事吗？以色列的经济在这几年已经遭受到很大的创伤，那你们接下来还有办法恢复吗？然后你要一直生存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这个对以色列的后代子孙真的是件好事吗？那伊朗，我觉得他们大概也没有办法持续的做很高强度的攻击，可是他未来就3不5时就弄你一下，3不5时就打你一下。那请问一下，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那川普会这样做，表示他根本已经不想跟伊朗谈。讲实在话，这个时候人家还回到会议桌上，谁敢去？去的人恐怕会被他自己被炸掉，被他自己国的人先把他弄死。对啊，所以我真的觉得川普的这个决定真的是很无厘头的。这个就是中东整个祸端的开始。我觉得短期之内、几年之内，大概是停不下来。中东的和平真的很难被期待，但光这一次所看到，从加沙走廊上一次的以色列的攻法有没有那个BB扣？全部把这几个重要的领袖炸掉，造成的伤亡是非常致命的、关键、核心的。这次也一样啊，他的情报渗透战直接进到了伊朗的内部，把几个科学家、核武科学家呀、军事将领、连参谋长都一起直接炸掉，是命中，包括无人机跟各种炸弹的准备。对，这样看起来，这个伊朗现在就会劣势非常多了。我现在这样讲一下，说虽然他们这个负责在谈说他要彻底摧毁以色列政权，但我觉得讲起来这个认知战、心理战是可以喊，但是这个现在你看起来这个被人家命中，你的指挥系统就出现一些问题，对，渗透太深，指挥系统出问题，专家系统也出问题嘛。那伊朗一直想要在这个核能这边保有一定的实力，但是美国呢长期呢用各种方式帮你质押，甚至用经济制裁，所以他几次不管你是什么核铀什么的都被
会限制，有没有？所以它一直没有办法发展到一定的这个历程，而且它的专家现在这个系统也被破坏的话，我觉得就像刚刚讲的，真的要反制的话，它其实能量有点差。不过呢，我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哈，我想任何只要你，我想这个一旦对视啊，仇恨意识一出来的时候，他用各种力量，可能不管拉帮结派或自己呢，在一些隐藏势力，都会想要反击的。就像他讲的，他一定要彻底的摧毁所谓的以政权哈。好，那我现在要讲，就是如果你从那个全球火力啊，以前有一个排名，如果真正去看军事实力，到底伊朗有没有这个能力去反击？当然这是我哈，当然不比军事专家那么强，要知道我从这个客观的数据去看，如果客观分析过去人家评的这个军事实力，如果真是看军事实力，他们用那个军力指数来看，伊朗不会输于以色列，甚至分数啊，人家讲分数越低的就越好，就作战实力越强。那以色列的分数呢是在0.25多啊，这个伊朗是在0.22多，表示它是比较强的。那当然各位可以看到，如果从地理位置讲，以色列其实小小的一块，伊朗啊跳过伊拉克、科威特，其实伊朗是非常大的哦。以这个人数来讲，那个以色列900万人，这个伊朗是有8000多万人了，8800万人这样子，之差异，甚至军力，那以色列照理讲也不能跟他比。那我们讲这是军力指数，它用这个综合的来评判，所以以色列地大。人多，而且他军力也比较强。我们刚才讲细一点，就以色列他的军力，他常备军只有17万，他的后备军人大47。当然这是以后打陆战才有可能的哈。我待会再分析。他当现在战争都是科技或者是这空战，这个制空权比较重要。那再讲说，其实伊朗他在整个这个军备实力是不差的，他光常备军有61万人，那他甚至他的后备有35万，甚至还有一些后备的军备有20万，所以加起来总数绝对应该是要赢过以色列。这是军力，当然是为赢。可是人家也分析了，但现在战争不是光看人多或怎么样，就像这个巴基斯坦、印度的战争也是一样，印度远大于巴基斯坦，结果印度打的也是比较难看嘛，不管坦克车数量、人的数量等等，所以不是用量来比。那我们先看人家就分析，在空海陆中啊，那就我所知道的数据就，这个陆军、海军其实伊朗是强，但空军就是一个还是弱势。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啊，他这样反击，其实去年的10月1号。啊，那刚好这也是我生日那天，10月1号，其实他就丢了200枚到了这个以色列。其实以色列那时候就对伊朗其实就存在一个非常就是不舒服的这种心态，所以铁穹被破的概念。对呀，所以这一次呢，当然他就打过去，当然这一次他反击又打了150枚，可是你看人家铁穹一样把你防到，所以我觉得以色列可能伊朗这一阵子可能他自己没有在自己把它非常冲击，尤其在以哈战争的时候，当然他一直去 support 其他的这个哈马斯列去帮忙，去助长一些力量。我觉得他自己没有充实自己的力量，所以他这次被打，我担心这个未来他可能在这个整个要反击的力量看起来又被这次铁穹看出来就像烟雾弹一样，被没有那么的成功之后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我相信这个心理的这种隐藏的这种反击的力量是够的，所以我觉得他们会再走下一步。但我现在更要看是后面的大国啦，比如。以色列后面的美国到底还会去支持多少？那当然，那伊朗当然以前跟可能俄罗斯和这个甚至土耳其或者中国它的关系也不差，会不会有其他国际力量会 support？ 不过这次显然的看起来是被全世界都很担心它的，甚至以后的这个升级到核的这个战争，所以现在我看全世界都会担心这个是比那个以哈战争可能还激烈。现在从伊朗的哈米尼他的反应来看，看起来他最震惊的是，他正准备听美国的话，要进谈判桌哦，结果被炸了。这个所有的军事首相、首领，很多人被斩首了。他看起来是对于美国的愤怒是非常强烈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今年真的是很动荡的一年，各种天灾跟人祸没有停过。例如昨天这个印度的航班坠机的消息，让全球也是吓坏了。尤其常常搭飞机的朋友又回来了，又这种担心的情绪又来了。因为呢，这个飞上去30几秒之后就坠机的情况里，波音787，它是梦幻机种，也把过去零死亡的这个记录给打破了。黑盒子找到了，其中机长的这一段话，大家吓坏了。他其中绝望的大喊 ：“Mayday, Mayday， 求救！”没有推力了。重点来了，为什么失事？没有推力，失去动力。无法升空，所以短短30秒之内，从起飞到坠落，直接撞进了医学院的学生宿舍里头，造成当地也很多学生的伤亡。这个机长跟副机师全力的去想要抢救了，仍然抢救了17秒，
失控坠毁，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坠毁哦。我们当然也看到昨天这种画面是生还者唯一的一个人，机上241个人的丧生，其中有一个人，唯一一个人他是自己走出来的，其他人都死了，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一个画面。那他上了救护车送往医院，当时呢大家觉得是奇迹。结果其实昨天就已经有这样的不停的有各种的新闻画面出来了，但经过各种查证，我们今天再把它拿出来对比，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因为这个观众呢，他是当时第一时间前一天就搭了这班飞机，同一台飞机，同一个机型，他还秀出了飞机上他的机票是坐在哪个位置的机票。他说当时很夸张啦，飞机机舱内呢是没有空调，坏了。那他在手上在按的这个是什么？电视萤幕也坏了，通通不能动。到底是没有电还是怎么回事？通通都故障了。他当时在直播的目的是想要把这个不是直播啦，录影的目的是为了想要把这些影片拿去投诉航空公司的印度航空的。结果呢，他说没有一样东西能用。隔天，这架飞机就坠毁了。这个意外消息发生之后，波音787过去的各种被爆料，包括吹哨者所说。曾经呢质疑安全系数出了问题，包括了为了要组装让成本降低，787的组装过程走各种的捷径，以至于包括了间隙过大、强行拼接、结构变形，甚至呢只要飞行时数增加之后，就会有风险大增的各种金属疲劳的问题，都成为现在大家最关心，到底787还能不能搭，要不要用？其中。这一起事故呢，印度政府已经考虑全面停飞波音787。印度航空的部分，波音787日本的官方下令检查同系列，还没有停飞，但是全面检查。那波音的执行长呢，除了股价大跌之外，执行长也取消巴黎航空展。这个时候去展览是快吗？还要全力协助印度航空坠机的调查。那么调查结果太重要了，印度航空的空难已经增到271这个人死亡，包括地面上。调查委员会呢，3个月内才要3个月才能公布事故的报告。这段时间该怎么办？多少飞机要不要停？怎么停？这都是考验各国航空公司大家能不能安消费者的心。那其中呢，波音787的客机坠毁的悲剧，美方则是说将会由官方介入调查有没有停飞的必要。这场悲剧呢，运安会在美国部分引起非常高度的讨论，因为还有太多人接下来可能会搭这班飞机啊。那美方一直强调说先不用停飞，那美方会全力的介入调查，但是还有3个月的时间，大家能安心吗？恐怕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关键。那美方目前今天14号是川普的生日啊，那谁庆祝他生日呢？包括了全美国有大概将近2000场的抗议活动来帮他庆祝生日吗？本来呢，昨天我们报道还说，川普因为有各种抗议活动叫 No King 嘛，所以准备要取消所谓的阅兵啊，生日一个总统阅兵就要去生日阅兵，是不是很讽刺呢？结果后来证实，本来要取消他现在是公开的宣布说，不但不会取消，无论如何都会举行，就算有个气象预报说可能会有雷暴，那当天会下大雨。雨水也不会阻挡我们，坦克也不会融化，所以不管发生闪电什么的我们都还是会举行。可是呢，这场阅兵被称为史上规模最大，他在第一任就曾经要阅兵，那当时呢，因为金额太高，被说动不动可能几亿、上亿元的金额，所以取消阅兵。当第一任这一任呢，照常终于如愿举行了，会有。包括了陆军建军250周年，150辆军用车辆，6600名士兵，50架飞机共同参与，在参与阅兵庆祝川普生日当然，这些抗议的民众觉得很荒谬，他们是你把自己当成 king 了吗？当成国王了吗？所以这个 No Kings 的系列的抗议活动已经在2000个地方的城市举行了，而洛杉矶的暴乱延烧到了西雅图、纽约，川普生日全美的反独裁大游行，其中2000场的抗议活动，这个就是他们的视觉 No Kings 这种行动挑战最大。不过他们的主导的。领袖是说，他们反而会特别避开华府避免到时候以这种镇压的理由对于群众有所伤害。这些点点其实蓝色的啦通通都是抗议行动，全美密密麻麻都在川普生日这一天抗议川普的所谓的生日阅兵。斌哥。
印度这个失事的原因，当然目前黑盒子已经找到了，就看他是不是能够分析出来真正的问题所在。因为你从机场的这个求救讯号，你就可以发现它是完全丧失动力，所以直接就掉下来。那它到底为什么丧失动力？是非常罕见的双发同时失灵吗？还是遭受鸟击，还是其他的问题？目前不得而知哦。但这种情况，你说要双发同时失灵，这个几率真的非常非常低啊。所以到底什么样不晓得。那这位坐在11A 座位的旅客也真的是奇迹中的奇迹，太神奇了。因为整台飞机都爆炸了，就他居然可以这样走出来，而且他可以自己走出来，真的连登机证都还在身上，所以这个是匪夷所思啊。那只能说他运气真的是非常非常好。那我也要提醒大家，因为这2天我看到很多网友在热议，那以后都要专门订这个位置。其实这就是那个本来就家家可以选的位置。对，这个基本上也不见得坐在那个位置就一定会保命，这是2回事，这就是运气而已，所以也不用太去迷信这个东西。重点是你要知道，现在很多人出来说787啊，很多问题啊，什么什么焊接啊，什么其他关系，可是787过去从来没有出过事，这是先前内部就已经有举发过的。对，但是问题787过去没有实质的空难出现，所以到底是不是因为什么问题？是一开始设计的问题啊，那个这个整个制造的问题吗？还是后来的维护保养问题？因为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维护保养问题，因为如果是这个设计制造的问题，那应该在全世界各地陆陆续续早就有灾情传出来。可是维护保养就要看印度航空，因为印度航空是出了名的烂。我老实讲，它是全世界排名最后的航空公司，这个是世界公认，这也不是我讲的。那印度人对飞机的维护保养也是世界上出了名的烂，可怕。所以你要知道，印度空军是全世界掉飞机掉最多的空军啊，这个是世界有名的啊。所以我比较倾向于可能是维护保养相关的问题。当然这一切都不是定论，还要等它最后的失事报告出来。但是我必须说，波音这几年掉了太多的飞机，实在是让大家对它信心也不足。那你现在告诉大家说不是飞机的问题，大家没有必要停飞。你觉得你是旅客，你会想坐吗？我想这一阵子会搭乘飞机的人，恐怕听到是波音，恐怕心头都会揪一下，会觉得有点忐忑不安哦。所以我觉得波音还是要赶快用实际的行动挽回整个消费族群对它的信心。你如果没有维持一定时间的这波音的无失事率的话，恐怕波音的股价、波音的整个消费市场信心还是会跌下来。那至于川普，说真的，一个民选总统就跟人家搞大阅兵，在自己的生日这一天，你真的是够了，你就是想当皇帝而已。的确哦，印度让当时法国的战机变成航空展，被大家怀疑啊。那现在是他直接让美国的这个民航机也被怀疑了。所以这一次波音是不是这个梦幻机种？有没有安全的考量？各种的环节都会被全面检验。好，其实当然你说飞机会失事啊，原因会很多。那我必须说这2天这样看下来，因为像大家可能一开始都会看到那个直接掉下来那个影片，那后面有比较长的影片，就是从它滚行，然后到飞机这个离地，然后又重新再飘下来这样一个过程哦。依照那段影片，很多这个资深的机师他们怎么看都觉得他应该是收错了这个程序，也就是说，我们把飞机在跑道上加速后如果各位坐飞机，应该也都会有这种印象，就是当你坐在那个飞机当飞机那个仰转，也就是说他们俗称抬头，然后飞机带起来之后呢，第一件事情应该是起落架先收起来，然后起落架收起来之后，然后慢慢你会听到一个的声音，然后那时候襟翼再收起来。那这个襟翼跟起落架收的这个顺序其实关系非常大哦，也就是说，因为你这个起落架跟襟翼，当然它在驾驶舱里面位置其实还蛮近的，也就是通常这个如果当时正机是直飞的话，它飞机仰转开始爬升之后，然后它就会讲 gear up， 英文讲 gear up 就是起落架收起来。那这个时候副驾驶要去把它前面这个把手这样按一下之后把它搬上来，那时候起落架就开始收了。然后呢，等到开始速度建立以后，然后开始向上爬升，对不对？那时候那个机长又会在那个 flap up， 就是那个襟翼，那时候他就把这边底下一个把手把它搬上去。你就说，这2个把手差那么远，你怎么可能会搬错嘞？我跟你说，我还真的听说过那个航空公司就发生过这么一个事情机长飞到说gear up， 然后结果旁边一个很菜的副机师，他就把 flap 收起来了，然后flap 收起来。
来之后啊，其实飞机就不爬升喽，因为为什么？因为它的升力就不够了，它升力就不够了，那升力不够就会发生像那个没有动力，感觉像没有动力的情况，因为你应该要往上升，结果没有往上升嘛。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机长是澳洲籍的，那个澳洲籍机长眼明手快，一看你收错，然后马上用手把他那个马上手伸过去，直接把那个襟翼搬到正确的位置。然后你知道接下来那个其实大家形容那个澳洲籍的机长吓到了都快尿裤子，干嘛？因为飞机爬不上去，所以他就必须要维持在500尺高度加速，然后在500尺高度大概100多公尺的110公尺左右的高度加速到那个飞机的速度足够之后，他才开始再慢慢的把飞机带起来。那一把真是让那个澳洲籍的机长吓到，真的是快岔起啊！所以你就说这个事情今天到底怎么讲？我觉得还是要等到印度航空的这个叫初始报告，也就是说失事后1个月，他会把这种飞机失事的事实报告给大家之后，大家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那个时候我们再来定论是人的问题还飞机的问题。像比如说那个网红说这个不动那个不动，其实如果说飞机我们在飞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叫 go or no go item， 那个东西如果你今天是发动机坏了一个，那这时候你飞机是 no go 嘛，因为什么？你飞机那个推力不够。但是如果说你是座舱娱乐系统坏掉，那这个是 go item， 为什么？我可以把你安全送到目的地啊，只是你的飞机上很无聊而已。对，听起来这很关键的，因为很多飞行专家在看的是，的确从头到尾起落架都没有收起来，一直到坠毁那一刻，起落架是还在原地的。哇，那这可能也牵涉到很多的关键因素。对，好，这是787，刚刚有讲到，这是首次空难，787以前没有发生过，所以我们回想起来，台湾也有空难过嘛。有一个廖姓驾驶员不是在台北航空也出现问题，当时以为是机械问题，后来说是人为问题。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真的人操纵一切，包括司机可能开个车也会全车毁灭。但是有时候机械故障，当然这也是任何一个机械故障都可能会使这个载客的这个所谓的 vehicle 就会出问题。我先讲一下哈，因为但是这个讲起来都是波音，但波音大家反正成也他败也他，因为波音全世界卖的最多，所以到时候也听到波音这名字。我先讲一下，波音这次787是首次没有错，所以大家现在要去调查。但是大家知不知道？过去波音发生过好几次也是罪的事情。我先讲一个是大家比较知道，再讲一个大家可能不知道的跟台湾人有关的有趣故事。时间够的话，第一个讲737，大家知道737 MAX 8和 MAX 9吗？大家知道，对，大家知道那个是在什么？在2019年，不是在这个伊索比亚，3月10号不是坠了一架吗？全部这个不见了。那这时候呢，当隔天中国3月11号，再隔天3月12号欧盟，再隔天美国3月10号，全部都说停飞，这个的确是看出了很大的问题。因为他们回顾到2018年10月，在印度尼西亚也发生了同个班机出事，所以连续2个，那命中率就高了，这就是几率问题，不是你买 CA 就会特别安全的问题了。好了，再来呢，那结果后来他们还 MAX 9，结果到了2020年，结果 MAX 9的一些这个机械也出现故障，所以美国把 MAX 29也停飞，那也是737。那我在讲还有一个747，大家知道在多久前呢？西元2000年DACON的时候，有一个人，台湾人叫做王卫，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人啊？我刚刚去把他相片特别找出来，但是我相信这可能会不太好看到这个人。这个人他上面有讲到，他的题目叫做什么呢？新航空难侥幸者的传奇经历，华裔这个企业家王卫死里逃生。我跟各位讲，如果你看得到这个人，我认识他，我在南加大，在2011年跟他吃饭，跟他聊过。美国有个大面板公司，第2大叫 Vizio， 知道吗？这是老板，他非常厉害，他比我大一点了哈。我跟你讲哈，这个人他是传奇，为什么？他跟我讲那个故事，我就真的假的，还回查，真的是新加坡航空的时候坠落的时候，大家都不见了，对不对？结果他不见了，结果被报失踪名单。他因为失踪，那个老板他欠钱回来举债的钱说。哇，好可怜了，算了就算。结果他突然出现，他因为吓到了，从飞机里面桃园里面跑出，要归回洛杉矶了，跑出去，他自己自首说我还活着。那件事情蛮有趣，西元2000年。重点就是这个时候，当然他说他实力好，就这个运气好。这个企业家说人生就这样，所以就把那个债务说你先不用还，慢慢来。后来他走进大陆签，当然后来成了第2大，在2021年成为在洛杉矶这个 Orange County 一个很重要的企业人士。我要讲是那个是波音747，所以我觉得飞机坠机这个事件哈，当然象征着这个航空，像以前李敖他不敢坐飞机嘛，我们当然都坐的很频繁，但是这个飞机事件真的是让大家要警惕一下，波音到底是不是有问题？就这样。飞机的飞行安全很重要。像我们也有一个华航在釜山不是，它是降错跑道啊，吓死人了！降落跑道降错这件事情也成为现在都要严格调查的这个内容，因为呢，这个飞安不是可以开玩笑的事情。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那首先带你来看到的是，这个是国际间大家都在看，原因是因为一直在更新当中。伊朗呢现在是第4波，没错，已经进到第4波了。第4波反击以色列，耶路撒冷传出了爆炸声之外，特拉维夫这边呢也烟雾四起。他们说这一次的报复行动是真承诺3号，同时呢他们是分3波发射飞弹来反击，双方呢高度对峙，而且伊朗呢是一口气向以色列发了大概150枚的飞弹。弹如雨下，直接给您看一下画面。当时呢这个飞弹过来的时候，那当然你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以色列这一边，因为呢他们有所谓的铁穹拦截系统，所以呢全国警报大响，那铁穹也开始发挥作用，在拦截空中的飞弹，所以你可以听到很像烟火一般，好，可是全部都是飞弹。至于呢纳塔尼亚胡去哪里了？因为现在大家在问他的飞机怎么会出现在希腊，这很多人都发现了他的飞机出现在希腊，说要讲伊朗的局势升级，他到底有没有逃亡这件事情。好，目前还不知道飞机上到底有谁，或者是他的家人，好，都不清楚。但是看到的是他的飞机出现在希腊了。伊朗的首都呢，其实现在也遭遇了弹袭。好，这个是他们的首都机场。当时呢说这个国际机场是伊朗最繁忙、战略位置最重要的一个航空枢纽，但是呢，多处燃起了大火，还有浓浓的黑烟。其实这一回呢，是以色列他先发动了袭击，在空袭完之后，第一时间他告诉大家，为什么他要发动这一次的攻击？因为他认为伊朗的浓缩铀已经是非常非常高，而且可以制成核弹了，所以他觉得这非常的重要。第一时间他告诉我们，他把伊斯兰的革命卫队的空军高层近乎全灭，而且呢，这一次不是只有打高层指挥官而已，他还打了科学家，本来是2名，现在传出有6名的资深核子科学家，通通被斩首了。这一次为什么会被说是教科书式的打击？原因是因为现在传出摩萨德很有可能早就已经先潜入到伊朗里面，甚至还有个讲法是说，摩萨德他们已经在伊朗内部做了一个无人机的基地。你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真的是前进了。那以色列认为这一次的这个行动叫做雄狮崛起，他们是先摧毁了雷达系统、清空空域，然后破坏指挥体系之后，再直攻核子目标。因为他就讲嘛，这次是因为浓缩铀它已经到了一定的浓度，然后呢可能制成核弹，所以他打的是核设施。这一些其实他们都讲得很清楚，同时呢也告诉你，它有钻地弹、有战机，接着瘫痪的就是伊朗整个防御体系。但是 F-35I 的战机呢，现在也说隐身功能，所以呢，在这样子的一个隐身协助之下，再加上了 AGM-88飞弹精准打击，好，这一系列就是他们告诉你为什么这一次有办法一举的将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空军高层近乎全灭的战果。这一些都是以色列这边近期告诉大家到底他们怎么做到的。但是呢，伊朗当然不是省油的灯，现在川普呢是已经跟伊朗警告了，说如果呢你们再继续打下去的话，我告诉你下一轮会更加的残酷。好，可是问题是伊朗不可能吞得下去嘛，因为他就认为美国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吗？好，现在呢其实以色列的官员他们讲了，说有可能这是一个什么反间的手法，也就是说呢，以色列官员的透露是攻击实际上是跟美方协调过的。那听到川普的公开反对是要让伊朗掉以轻心，那伊朗当然会很怒很气，原来你川普是跟我玩暗的是吗？而且呢是在攻击过后，你也看到了美国这一边，包括 Rubio 他们的声明相对的冷漠嘛，也跟他讲说哦，没有对以色列表达任何的团结等等的意味。可是呢，五角大厦当天晚上被发现一个披萨指数，好，知道的人呢都知道五角大厦附近，因为它里面没什么东西吃，所以如果说那一天晚上他们附近的披萨店每一间都爆单，每一间都是要求外送的话，那就表示当天他们加班，那就表示绝对有大事发生。后来看到了以色列，就知道原来是以色列开打了。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美国没介入吗？所以伊朗现在很生气，直接退出了美伊核谈判之间。那官员的很强硬，他们讲说再谈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啦，所以第6轮也不会有，反正前面5轮也没有多顺嘛。那 IAEA 呢通过了伊朗伊核问题的决议之后，发现中方投反对票，因为他认为对抗施压只会使问题复杂化，甚至现在伊朗也传出了对于美国的在外基地，他们也不排除会发动攻击。至于对于以色列，他们现在则认为下一波如果再攻击的话，飞弹数绝对会是现在的2倍之多。我们想请教一下邱毅老师，您怎么样来看？原因是因为以色列现在呢跟伊朗之间其实是你来我往，不知道会达到什么程度。本来6月15号啊，这个美国跟伊朗之间针对伊朗的浓缩铀的问题，已经要进行伊核谈判。对，那伊朗本来态度非常的强硬，他不愿意去把他的这个核设施把它给摧毁掉。那双方谈不拢，当时候呢，大家就想说，美国会不会借以色列的手，然后对伊朗做一个重大的惩罚？也就是说，你伊朗不愿意把你的铀浓缩的设施把它给毁掉的话，那就由以色列来帮你把你的铀浓缩的设施给干掉嘛。好，那刚才主持人也提到，美国五角大厦有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披萨指数。确确实实，这个披萨指数的订单突然大幅增加，然后在几个小时后，以色列就开始对伊朗的首都德黑兰进行了攻击，而且连续来6轮的攻击。而且这个攻击如果依照以色列官方的说法，他已经经过了好几年的准备，而且在8个月之前，摩萨德早已经把伊朗的核设施的地点，还有几位伊朗里面的高级军事高层，还有他的核工科学家专家，在哪个地方都搞清楚了，甚至无人机的基地也已经在伊朗的内部已经成立了。现在摩萨德在世界4大情报组织里面，几乎已经超越了另外3个，已经排名第1了。好几次神出鬼没的这个突袭的做法背后，都是摩萨德在进行所谓的操控。而在这一次，在进行对伊朗的突袭，非常非常的精准，而且在突袭之前，他把所有的地点都掌握，所以这个定点的清除打击，可以说把伊朗的整个铀浓缩的设施几乎都毁掉了。然后呢，甚至还可以用各种的反间的手法，让伊朗的高级的军事高层都集中在空军指挥部。然后他在整个把你进行集体斩首。到目前为止，至少有20个伊朗的军方的高层在这一次被斩首成功。里面最典型的包含他的国防军的总参谋长啊，空军总司令啊，还有另外一个部队叫革命卫队的总司令都被斩首了。也可以说，伊朗的军中的精英强硬派都挂掉了。另外的负责在进行铀浓缩的这些核工专家6名也挂掉了。所以这一次的伤害对伊朗非常非常的严重，所以川普才得意啊。川普说啊，伊朗的强硬派几乎都死掉了。所以下面你伊朗该屈服啦。下面如果要来谈所谓的伊核限制的问题，那你伊朗不能再像过去那么强硬了。好，那伊朗虽然刚才主持人也说他在反击，对特拉维夫啦，对以色列也有一些核设施也进行打击，但是也看出来吧，这个反击是无力的。第一波用无人机，这个无人机在还没有飞到以色列的特拉维夫或这个海法港的时候，都已经被他的防空系统铁穹系统给拦截下来了。第二波用导弹，
好像效果也不大。现在是第4个回合，可是两边产生的伤害真的叫不成比例。好，那现在最有趣的是美国的态度，卢比欧出来说，啊，美国都不知道，事前都不知道，也没有参与，也没有支持，跟美国无关。哎，可是呢，川普后来真的心中乐不可支，自己倒是泄露出来了，很明显的嘛，美国事前一定知情，而且美国跟以色列之间就在唱双簧，就是要透过以色列的强硬手段，然后让伊朗，你不愿意把你的铀浓缩设施给弄掉，那我让以色列把你弄掉啊，看你要不要屈服，要不要软化。而且他抓住这个时间点也非常的好。以前伊朗得意的时候，他是伊斯兰世界里面什叶派的 leader， 他至少后面有个老大哥叫俄罗斯，然后他有一个很好的铁杆盟友叫叙利亚阿塞德巴沙尔，另外还有小伙伴像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像是伊拉克的民兵部队，都是他的小伙伴。可是现在不同啦，现在因为伊朗里面的保守派、强硬派双方在互斗，所以也造成了黎巴嫩真主党被以色列干掉了，伊朗也没有投注太多的帮忙。叙利亚阿塞德巴沙尔已经流亡到俄罗斯去了，在过程里面，朱拉尼的部队要逼近大马士革的时候，伊朗的援军都没有到啊，甚至连在巴沙走廊里面的哈马斯的头号人物叫做哈尼亚，哈尼亚在哪里被干掉的？哈尼亚就在德黑兰那一个机密的军中的高级宾馆的房间里面，在床上被炸死的。你想想看，发生这么多的事情，他的小伙伴对他都失望了，他的盟友对他也失望了，再加上他的老大哥俄罗斯现在困在乌克兰战场，连自身都难保，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可以说是孤立无援，他早不是过去在伊斯兰世界呼风唤雨的时期了。所以以色列跟美国用唱双簧的方式，甚至用反间计，用川普不希望发生战争来骗伊朗说以色列不会发动突袭，用这个来诱以色列上当。这一连串的布局真的叫做教科书级的突袭行动。是，但想要请教一下小舰长哈，原因是因为呢，到目前为止，伊朗的讲法是他还会再攻击，而且呢，他这一波不排除要攻击美军基地。那如果真的打了的话，川普会出手吗？局势会升温吗？川普已经出手了。为什么？因为其实他已经把DDG-116啊这一艘伯克级的驱逐舰已经调到东地中海来了。那还有另外一艘，他没有讲是哪一艘。为什么他不讲？因为如果讲了那一艘，大家就知道美国事先知不知道，美国是不是在唱双簧？为什么？因为其实这个如果以东地中海而言，其实都在埃及的掌握之下。那在埃及的掌握之下，就可以从你什么时候开始改变航向、航速，开始向东地中海移动的时候，就知道你已经接获命令了，所以就可以判断得出来啊。那如果说我们看这个War Room，也就是战区来讲，说这个战区这个媒体啊，他特别提到，也就是这一次伊朗的攻击方式，跟在去年4月14号完全不相同。为什么？因为我们刚刚其实看那个内容，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其实它是集中在某个地方使用。那它为什么集中在某个地方使用？因为其实我们刚刚讲到去年的4月14号，其实它已经
使用了饱和攻击，然后攻击了很多的地点。它的饱和攻击啊，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只是数量饱和。数量饱和在去年的4月14号的时候，它已经发射了103枚的弹道飞弹、36枚的巡弋飞弹，以及185枚的这一个游荡炸弹或者是无人机。那为什么这一次我们觉得它的攻击的数量好像没有那么多？因为它从上一次的数量饱和之外，它另外还从方向饱和。那这些饱和都可以已经探知了现在以色列防空的那个重点在哪里，然后它的空虚点在哪里，所以它就密集的对那些地方进行攻击，然后它不要再像之前一样散枪打鸟一样来攻击啊。那其实我们来看啊，这一次的攻击其实还是很有效的。为什么？除了我们刚刚讲到有关于德黑兰的国际机场之外，另外有关于它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浓缩厂的这个位置啊，其实也被攻击了。那被攻击的结果是什么？我们现在不知道，可是很快的，我们在这些公开讯息上面，也就是他们会公布相关的卫星照片啊。不过这中间最有趣的是不是以色列启动了反斩首，也就是我们台湾常常讲的万军计划。也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的锡安之翼啊，也就是大家常讲的 Air Force One， 在第一时间，它竟然飞到希腊去了。那它飞到希腊之后呢？那我们来看那个以色列的媒体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们只有飞机飞出去而已。那按照这一个现在瑞典，也就是对不起，是那个雅典啊。他的说法是，上面没有任何的官员，只是飞机出去避难。但是我们这样讲啊，其实希腊本身的这个媒体已经有其他的意见了，说质问希腊政府，第一个，他是不是包容以及接待那个被指控有这一个种族灭绝罪以及战争罪的纳坦雅胡？如果有，媒体绝不放过。请教一下岳老师。13号的上午啊，以色列在纳坦雅胡的指挥之下，对于伊朗发动了偷袭啊，不宣而战啊。那么这一场偷袭的话呢，不管怎么讲啊，我在这边要让大家非常清楚的明了啊，以色列目前为止的话，做这个决定，引发了非常非常大的严肃的中东的乱局啊。可以说是继俄乌冲突之后，中东另外一场大战局，他是故意的。他的故意有3方面哈。第一个的话呢，所有的以色列人啊，包含对以色列情况熟悉的，都知道以色列会进攻伊朗啊。其实说句良心话，伊朗本身呢，在目前为止啊，这一次的话呢，它被人家渗透到那个讲到摩萨德的渗透到简直是不可理解的地步。所有的重要官员，你要知道，就是说，包含我们现在在台湾这所有的重要的官员，什么参谋总长啊，或什么首席科学家什么的，这看都看不到，还杀掉，这开什么玩笑？这个一定是有泄密的。所以说，以色列是故意的，蓄意已久，偷袭。第二个的话呢，以色列是故意的，纳坦雅胡要把美国拉下水。因为美国本身呢说因为这个川普本身一直用言语表达要支持以色列，从来没有说用行动来支持。以色列现在强调说，我们的关系你要听我的话，你不听话，我就非把你拉下水不可。这一次的偷袭，天上的、地底下的，以及在海内的，通通有美国的支援。为什么呢？因为美国不但知道，而且的话呢，以色列事先都已经得到了共识，把这个消息并没有完全的告诉美国，但是在整个要发动攻击的时候，要把美国拖下水。然后第3点的话呢，其实我觉得纳坦雅胡是要故意延长目前在以色列发生的战争。
啊，就是说从这个前年10月7号就阿克萨洪水的时候，这攻打加萨走廊到目前为止死了55000多人的情况下，以色列绝不松手，要继续攻击。为什么呢？因为呢，以色列会强调为了国家的安全，就一次性的来解决。在这3个顾虑之下，故意的发生这种情况下的话呢，现在伊朗的话呢，大家会觉得说他们之间的话呢实力相差非常悬殊，但是伊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大家要静心看啊。中国的态度中国的态度非常值得玩味啊！中国是最早告诉所有中国的公民在以色列撤侨的，中国可能也得到了很多的讯息，而且中国在联合国投票悍然的投下了反对票，反对什么呢？反对伊朗不准许有和平发展核能的权利。那大家要知道要中国做这种行为，在联合国里面不顾他人的反对或赞成，自己投下反对票的例子极少。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要拭目以待，看看这里面的发展，中国的态度对伊朗。而且大家刚刚看到伊朗反击当中也有超高音速的导弹第一张照片，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对以色列来讲的安全也是构成很大的威胁的。确实在这个事件当中呢，其实大家所关心的是事后它会怎么样的发展，美国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特别是美国现在内外交迫。好，目前台北时间是6月14号下午的5点21分，美东时间是早上的5点21分。6月14，川普生日快乐！但很精彩了，President 来带您来看到的是 Mr. President 现在有2000场的抗议，是为了要拒绝国王的行动。对的是谁？没有讲川普，但大家都知道都是对着川普而来的。目前呢，预计500万人会参加，这可能会超越4月那个时候 Hands Off 的抗议游行，那个时候也是全国遍地开花，但人数上这一次可能会大大超越。好。各个城市都开始做准备、做活动，海军陆战队进驻洛杉矶，原因是因为呢，先前他已经要派这个陆战队进去了嘛，那现在为什么一定要来这边来？做所谓的驻守，因为呢，他们也开始动作了，说在 LA 已经第一次逮人，原因是因为这个人呢，他在附近走动，然后呢，这个当时的士兵看到他的时候呢，特别去走向前，将他给制服，压倒在地。他说他们在特殊的情况之下是可以暂时执行拘留任务的。那你会问，不对啊，昨天你不是告诉我们说，法官现在已经讲了，国民警卫队的指导权必须要交回给加州的州长 Newsom 吗？没有，他们提出上诉了。提出上诉之后，川普现在是暂时保了民兵的指挥权，也就是说呢，现在在加州所有的，包括了国民兵，包括了陆战队，全部都还是听命于川普。但是加州的民众情绪是很高涨的。好 ，CNN 呢现在直接讲了，说美国正走向黑暗之路。那在今天6月14号，不是只是川普生日，不是只是抗议而已，还有一件事情，国旗日要进行大阅兵。好哥，这大阅兵有没有办法顺利进行？不知道我们真的不知道，因为我们看到气象报告上面是写说呢，会有什么？会有暴雨、倾盆大雨。但是呢，他们讲无论如何都会举行，这是白宫的说法。很久很久没有阅兵了，所以这一次的阅兵呢，其实大家也想看看到底他们会摆出什么样的一个阵仗特别又刚好是川普生日嘛，但大部分的人。美国人60%的美国成年人认为不需要吧？为什么要花那个钱？阅兵要多少钱啊？为什么我们现在那么穷了，还要做这件事情呢？佛州的警长呢，则直接说了，其实如果说呢，因为当时川普也讲嘛，在这一天，如果你特地来华府这边抗议，或是特地有什么样的行动的话，那不守规矩或是违法的一定抓。那佛州警长呢，则直接讲说他不会手软，听听他怎么说。If you throw a brick, a firebomb, or point a gun at one of our deputies, we will be notifying your family where to collect your remains at, because we will kill you graveyard dead. We're not going to play.去过美国人应该都知道，美国的警察他们是玩真的，他们不是随便说的。但是问题是，现在的美国是非常非常分裂的。我们刚刚讲加州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情绪，最主要是因为在这个关税战之下呢，他们的进口量也是月减19%。那对于他们来说，很多人是靠着港口在生活的，领日薪的，这个当然对于日常生活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影响。另一个部分呢，则是川普现在还要扩大征税范围，有很多的家电也要被征收50%的进口税，23号生效。你就知道在
国际油价因为呢这个中东的问题在往上涨，然后马上呢这美国股市就往下一崩跌，然后呢所有的关税又在让他们的人生这个生活必需品呢在往上涨的时候，那个口袋之拮据，大家会很有感的。川普现在最新的一个财务揭露说，告诉大家他的加密货币哇狂赚17亿呀，各种品牌的授权进账超过30亿呀。你去对比那个你的口袋里面没有钱的时候，那个被剥夺感相对的一定会更加的感受深刻而且严重。川普现在呢还发了一个金卡，说呢好多人都已经要来申请了，因为他推出了这个金卡，他想要解救一下美国的债务问题，500万美元买美国的金卡等同于绿卡啦，就是居留权，还说很多人都已经去申请了，但这个东西到底它的合法性、适法性怎么样？其实在美国内部仍旧有一些争议。但回过头请教一下周毅老师，怎么样来看？好，因为6月14号，大家现在想看的是到底会烧到什么程度？对川普来说，当然是个重要的考验啊。就我们中国人来讲啊，到了60、70岁。不应该在生日的时候办大寿，尤其是逢九则低调。好，就例如说我今年69，我过生日就一定要低调。那川普是79啊，他更严峻啊，他就应该低调。可是他又要搞一个大阅兵，又要把调子拉得很高，而且我必须这样子讲，这一次的洛杉矶的暴动，就是川普有意挑出来的嘛？为什么我说川普有意挑出来的？大家回顾一下，川普在大选的时候，他就强调啊，说他如果一旦选上成为美国总统，他就要把非法移民都赶出去。可是为什么美国以前的总统，像奥巴马、像拜登，他们为什么对非法的移民，他们会比较温和的手段？道理很简单嘛，因为你美国确确实实需要这些非法的移民来做很多工作啊，农场的采摘，另外像是餐厅里面，你到了后面的厨房去看，都是一堆非法的劳工，甚至家里的看护，还有在工厂里面3K 的工作，你没有非法的移民谁来做？何况这些非法的移民从拉美进到了美国的国境，但在墨西哥跟美国接壤的4大州，加州、亚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跟德州，有多少的所谓非法的移民？他们在美国境内一待10几、20几年，落地生根，有了家庭，他们的太太或者他们的丈夫很可能是合法的啊，他们的儿女在美国出生啊，当然也是合法的啊。你今天把他们强制遣送出去，就会造成这个家庭破裂、妻离子散，而且这些企业或农场就维持不下去了，好多工作没有人做啊。所以这一次，本来 ICE 啊，就是美国的移民海关的执法局，本来是比较温和的处理，就跑了一个马屁精啊，史蒂芬米勒啊，然后史蒂芬米勒就开始去跟川普说他负责强制来执行这个东西，以至于造成 ICE 就过度执法，一过度执法，那当然就造成抗争嘛。抗争警察本来可以处理啊。洛杉矶市长卡伦巴斯跟加州州长纽森都告诉你 OK 可以处理的，你就硬要去调国民警卫队进来，又要调海军陆战队进来，你这一来不是把事情搞大吗？你进来以后，橡皮子弹、催泪瓦斯，你什么高压水炮什么都来了，那被遣送出去的人一定会反抗啊。加上美国经济也不好，所以很多人在里面趁火打劫，黑帮啦、吸毒的啦，利用零元购抢商店，所以造成大乱嘛。而这个大乱的结果已经蔓延到美国各个城市，不是洛杉矶，连加州、洛杉矶、旧金山旁边的休斯顿都发生这些问题。西海岸到东海岸到中西部
都有这些抗争问题。好，那现在6月14号是你川普79大寿要大阅兵的关卡，所以这时候叫做不王日嘛，不要国王，我们不要皇帝，我们不要威权者，所以这一天是川普重要的考验，处理不好，那美国的内乱就爆发了。请教岳老师。我觉得美国内乱要爆发还是需要一段时间哈，但是实际上的话呢，这里面有3点需要让大家注意一下。第一个，美国是一个非常 violent， 是非常非常暴力的国家，这个大家要搞清楚。你不要光看到美国人讲话hi there 什么的哈，美国人基本上的话，他们是非常暴力的。那个警察的执法的整个过程就可以看得出来非常暴力。然后川普本身来讲，那个暴力是美国的文化之一啊。然后第二个的话呢，美国的话呢，大家要了解啊，就是没错啊，邱委员讲的非常对啊，美国能够享受这么好的生活，这么富裕的生活，都是完全靠一种阶级社会。美国是一个讲阶级的社会啊，美国的厕所一定是非法劳工扫啊，美国的盘子一定是美国盘子轮不到非法劳工端啊，那个盘子一定是非法劳工洗啊，美国端盘子可是一个有利可图的事情啊，就是美国本身对于非法劳工的依赖，但是大家有一件事不知道。美国这个国家基本上所有的人都是从非法变成合法，包括他的国务卿卢比奥就这样的人呐。就不要忘了，卢比奥的妈妈就是个端盘子的，爸爸的话呢修水电的，他们从古巴的难民过来，一开始的话也是想尽办法躲在船舱底下的，然后第3点的话呢，美国现在啊，其实严格来讲啊，美国是一个非常好大喜功的人啊。美国好大喜功到什么地步啊？美国没有银牌啊，美国人永远都是金牌啊，什么人都一样。我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啊，遇到所有的人啊，原来在台湾读书的时候都是唯唯诺诺的，一到了美国哇不得了，翘了个脚 you know， 哎，厉害的不得了。因为美国就是这个叫做是个 bluffing 的一个文化啊。所以大家很多人对于美国就产生了很好的印象啊，觉得美国人很有礼貌啊，什么大家都跑着我那个时代了，就跑去信基督教啊，认为美国人话了，礼拜六礼拜天要给你吃这个吃那个的，美国人非常暴力啊。第二个，美国人本身来讲的话呢，美国也喜欢非法劳工啊，尤其是你刚刚提到了那个靠的那个墨西哥人过来捞那些东西啊，对，墨西哥人跑遍了美国啊，所有的厕所都要人扫，所有的盘子都要人洗啊。这个都是非法劳工，为什么要用非法劳工？因为便宜，而且大家都会觉得在美国活得很好啊。非法劳工也觉得很好，合法劳工觉得更好，大家都觉得美国很舒服，就是因为美国创造了一个经济非常发达的环境，使得大家能够注意到。那另外的话呢，接下来的话呢，大家要了解，美国实际上他们的整个生活的话，是一种发展是属于阶级的，因为美国的社会大家都有一种很莫名其妙的感觉。实际上，我们这个岁月成长的人非常非常清楚，美国永远是非法的人待了一段时间后就来一次大赦，永远是非法人来个大赦。另外，川普要卖什么500万的什么川普卡，要花5万美金到美国生个小孩就已经取了美国国籍了，要什么500万，对不对？大家心里想就知道差多少倍啊，对不对？差100倍啊！所以说你可以了解到，我们通常对于美国的理解完全错误。美国就是一个非常暴力，美国是一个阶级的社会，美国基本上就是一个依附非法劳工。现在川普要做这个事情的话，等于是破坏了美国的国本啊！没有非法劳工了，你要自己扫厕所吗？美国才不干呢，就这么简单。其实，在美国工作不管说你是合法非法，他们都是有缴税的啦。那其实呢，在目前这件事情，那价值观可能是一件事，或是任何的宗教信仰等等，其实这些都无关，关系的是什么？来请教一下小舰长，关系的是大家现在担心会不会有所谓的抗议之后变成暴动，暴动之后变成内乱，这个大家觉得在现在讨论的时候，治安问题比较在意的。现在已经从抗议变成暴动了，那所以才出现了这个国民兵还有陆战队的问题啊。但是我们这样讲啊，必须要先澄清一下，6月14号当然是川普的生日，可是他们所进行的是美国陆军建军250周年。当然以前我们有听过美国陆军建军的这个庆祝阅兵吗？当然没有。我们这样讲啊，如果在上位者喜欢被拍马屁的话，下面全部统统都是小丑跟马屁精，也就是当然投你所好嘛，你想要阅兵，那阅兵这件事也是冤有头债有主的啦。也就是当年2017年在川普1.0的时候，都是那个法国总统马克宏啊，请他去看了法国的这个巴士底日，也就是法国的国庆日啊，他觉得为什么法国行，美国不行呢？所以
他那个时候就想阅兵了，可是那个时候大家各种抗议啊，那这一次，他飞来这么一套啊，那我们大家呢也就等着看。那当然了，既然是陆军的250周年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装备也通通都是陆军的。不过这个陆军的装备很有趣啊，我们看到的是 M1A2 的战车啊 ，UH-60黑鹰的直升机啊，还有阿帕奇的直升机啊 ，CH-4拐的这个直升机啊，有没有想到一件事啊？这个不是我们台湾都有吗？意思是什么？帮我们台湾在美国阅兵吗？是这样吗？其实不是啦。简单来讲，川普就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但是其实对于美军来讲，他们现在无论是国民兵或者是这个陆战队，他们其实是反弹的哦，也就是他们不愿意直接去面对民众啊，他们普遍认为啊，他们对于自家的社区动武啊，并非他们当初从军的真正的意愿，所以我们这样讲啊。未来无论是国民兵怎么样的执法，或者是陆战队的怎么样执法，其实是有法的啊。依据美国法典第10篇授权保护联邦财产与人员的部分是可以暂时居留的。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美国上诉法院为什么裁定川普还是可以在洛杉矶部署民兵的主要原因啊。那美国虽然我们刚刚前面讲到野蛮啊，但是他们某些地方还是讲究程序正义的，那法律就是一个部分。